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很多人既要又要，总是提出各种不可思议的要求，就连测量仪也不可幸免地被既要又要。热像仪用来捕捉发热源是一个很好的工具，但是使用频率不高，如果单独买一个会有点贵，而且不划算。这种手持的又大又不方便携带，这种 USB 接口的用的时候还得掏出手机。如果这个热像仪只有一个巴掌的大小，而且还是一个高精度的4位半万用表，把偶尔用一用的热像仪跟它结合在一起，随身携带，在你突然需要查找地热管道、查看变压器发热情况，还有寻找 PCB 短路点的时候，可以随时开启热像仪模式。虽然它的分辨率不高，但是足够找到热源的方向。重点是它的价格不高，而且还集成了4位半万用表。R201的蜂鸣器档是有触发后延迟停止功能的。这个功能让你在快速查找某个菱角的时候，不会错过一闪而过的短路信号。现在示波器的每一格是10毫秒，黄色波形的这个位置是表比短路的时刻，蓝色波形细的这段是录音机录到的环境噪声，粗的这段是录到的蜂鸣器的声音。我们短路几次，表比短路到蜂鸣器响大概是6-7毫秒，不到10毫秒的样子。再试几次，这个延迟变化不大，仍然是10毫秒以内。这个上升延是表比断开的时刻，蜂鸣器继续响了大概75毫秒。这个就是我说的触发后延迟停止的那个功能。蜂鸣器档对外输出的电压是1伏，电压是正向的，红表比输出正极，黑表比输出负极。蜂鸣器档能测到250欧的电阻，这对于普通的通断测试已经足够了。高度大概150毫米，宽度大概78毫米，厚度大概33毫米，只有一个手掌的大小，重量只有200克。我的手机有235克，除了厚一点，它比我的手机还要小。支架的底部是平的，使用的时候不容易倾倒。这个连接部分是卡扣设计，即使脱落也很容易安装回去。除了正面，其他地方没有接口和按钮。充电口隐藏在支架的后面，是一个 Type-C 的接口。现在电量已经亮红灯。A 口对 C 口充电是5伏1安5瓦。C 口对 C 口充电是5伏 1.2 安，有6瓦，所以给它充电不用太挑剔电源， A 口和 C 口都可以。它这块屏幕是 2.4 寸的 TFT 液晶屏，分辨率是 320×240， 显示还是足够清晰的。它外壳的这个黑色区域是 ABS 的硬质塑料，红色区域是 TPE 的软质塑料，能够吸收跌落和撞击的冲击力。重仪 ZT-R201， 它的电流测量有2个孔，我们测一下它电流检测的压降。先测毫安档，最大电流200毫安，现在380微安，压降 0.4 毫伏。1.2 毫安，压降 1.4 毫伏。10毫安，压降 12.6 毫伏。100毫安，
压降124毫伏，200毫安压降248毫伏。有一点惊喜，它可以超载到250毫安，这个时候的压降是311毫伏。也就是说，你不小心超过200毫安一点点是没有问题的。毫安档的电流检测压降最大只有 0.3 伏。换到安培档，安培档 0.1 安压降是 3.8 毫伏， 0.5 安压降是 15.8 毫伏，1安压降是 30.7 毫伏，3安压降是 91.2 毫伏，5安压降是154毫伏，8安压降是263毫伏，10安压降是361毫伏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压降会慢慢变大，但是最大不会超过 0.4 伏。这就是安培档的最大检测压降。201万用表的计数值是25000计数，采样率是每秒3次。优利德是20000计数，这个福禄克是4000计数。我们来看一下25000计数的优势，同时横向对比一下它们的测量精度。现在是毫伏档，现在是 3.7 毫伏。优利德是4位半的表，这里显示只有小数点后2位。福禄克是3位半的表，小数点后只有1位。201有小数点后3位。54.7 毫伏，三个表的数值很接近。103.9 毫伏， 193.3 毫伏，再往上加，优利德需要换挡。200毫伏，优利德降低了1位精度。253.4 毫伏，201再往上就要超限了，它的毫伏档最大可以测到250毫伏。264.1 毫伏，201和优利德精度现在是一样的，福禄克和它们一样，也是显示4位数。304毫伏，400毫伏，现在已经到了福禄克的极限，再往上福禄克就需要换挡了，降低精度。444毫伏，优利德和201精度一样，福禄克降低了1位精度。502毫伏，1伏，三个表的数值很接近。1.99 伏，优利德再增加电压就要换挡了。2伏，优利德现在又降低了1位精度，现在和福禄克一样，显示小数点后3位。2.54 伏，三个表数值很接近，再往上201就要降低1位精度。2.55 伏，现在它的精度和优利德一样，是小数点后3位，福禄克也是小数点后3位。3.3 伏，三个表都是显示小数点后3位。4.5 伏，201和优利德精度没有变，福禄克降低了1位精度。5伏、9伏、12伏、15伏、19.4 伏。对于大电压高精度的测量，计数值越大越有利。我现在把3个表串联在一起，横向对比一下电流测量的精度。现在是400微安，3个表都在跳动，是因为我的摄像机还有上面的灯光会有电磁干扰。现在是1280微安，也就是 1.28 毫安。目前优利德的精度会比其他2个表要高1位精度。2毫安，优利德要换挡。现在优利德的精度比201少了1位，福禄克的精度和201一样，有4位数。4毫安，福禄克要换挡。现在福禄克和优利德一样，只有小数点后2位
2201还有小数点后3位。10号铵3个表数值很接近。25号铵2201还可以保持小数点后3位，再加一点点就会降低精度。26号铵3个表的精度都一样，只有小数点后2位。50号铵3个表数值很接近。100号铵199号铵再加一点，优利德要换挡。200毫安，优利德切换到了安培档位。254毫安，2201已经到了极限，再加一点就需要切换到安培档位。255毫安，2201在安培档位还能显示4位数，跟福禄克一样，比优利德要多出1位数。439毫安，再加一点福禄克要换挡，已经到了它毫安档的测量极限。440毫安，2201保持4位数，优利德和福禄克一样，显示3位数。500毫安，1安、3安，3个表都可以显示4位数。5安。只有优利德和2201可以显示4位数。现在是电流8安、10安，优利德和2201可以保持显示4位数。总的来讲，2201的电流测量精度也是蛮高的。现在让这3个表分别测量同一个电阻和电容，一会儿剪辑的时候会让3个表同时测量。大家可以同时观察这3个表的读数和读取速度。现在是1000欧的电阻，现在是10,000欧的电阻，现在是100千欧的电阻，切换到电容测量，现在是0.1微法的电容，现在是470微法的电容。现在是1000微法的电容，电阻和电容的测量，3个表的精度都相差不多，都在误差范围以内。说明书上讲，2201的电阻测量最大值是250兆欧。我没有250兆的电阻，实际应用也很少用到250兆。现在2201显示的11兆欧是这个万用表电压档的输入电阻。2201测量11兆欧对外的输出电压是 0.5 伏。现在短路表笔，然后断开，让它回到11兆，暂停。现在2201测到的是11兆欧。从抓取到的趋势图可以看到，2201的电阻测量最大输出电压是1伏，在11兆的时候，输出电压是 0.5 伏。100千欧的电阻，输出电压只有90毫伏。对于20千欧的电阻，输出电压只有165毫伏。对于1000欧的电阻，输出电压只有79毫伏。对于510欧的电阻，输出电压只有42毫伏。这是一颗1000欧的电阻，在线可以测到它是1000欧的电阻，在误差范围之内。
所以 R201 的电阻档是可以在线测量电阻的。R201 的交流电流频响是40到1000赫兹，交流电压的频响也是40到1000赫兹。我们来验证一下。现在我这边给出了一个1000赫兹、峰值为5伏的交流电信号。从示波器可以看到，峰值5伏，有效值是 1.74， 其实应该是 1.74 到 1.78， 由于垂直分辨率是8比特的原因，所以不是很连续，通常是 1.77 伏。R201 测到的是 1.77 伏，优利德测到的是 1.76 伏，福禄克测到的是 1.74 伏，频率升高到2000赫兹。3个表的数值都已经开始偏低了，说明它们不能超过1000赫兹来测量。900赫兹，3个表正常。800赫兹，700赫兹，600赫兹，500赫兹，400赫兹，300赫兹，200赫兹，100赫兹，90赫兹，80赫兹，70赫兹，60赫兹，50赫兹，40赫兹，30赫兹，20赫兹，10赫兹。R201还能测量准确。9赫兹，福禄克和优利德已经开始漂移了。8赫兹，3个表都已经开始跳动了。恢复到9赫兹，R201的末位数有跳动。恢复到10赫兹，10赫兹，3个表都基本稳定，但是只有 R201的数值是 1.77 伏。所以这里更新一下 ，R201的交流电压电流测量，频率响应是10到1000赫兹。二极管档的测量工作电压是 3.2 伏，一个二极管 0.6 伏，两个二极管 1.2 伏，三个二极管 1.7 伏。这个是肖特基二极管 0.18 伏，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。白光 LED 可以点亮，压降 2.5 伏。最大可以测到 2.96 伏的压降。R201的电压档是一个高阻抗的输入，电压档的输入阻抗是11兆欧。如果你需要测量一个外壳是漏电还是带有感应电，你可能需要一个低阻抗的输入。你可以考虑用众仪的 QS9， 它有一个低阻抗的电压档，它的输入电阻只有572千欧。或者你可以根据需要自己并联一个100到500千欧的电阻，把它临时变成一个低阻抗的电压输入。这副表笔是 R201原装的表笔，黑表笔只有34毫欧的电阻，红表笔只有32毫欧的电阻。虽然看起来很普通，但是它的内阻还是比较小的。还有它这个橡胶头是实心的橡胶头，整副表笔的重量有 47.3 克，探针的直径是 1.93 毫米，有一个防误触的绝缘保护套。R201热像仪的传感器是32×32的分辨率，
波长是8到14微米，刷新帧率是7帧每秒。这个红外镜头是一个长焦镜头，垂直和水平的视长角是33度，最小对焦距离25厘米。温度测量范围零下20度到550度。在冰柜里面最低温可以看到有零下16.9度。我把这个热风枪的温度设定到550度，现在出风温度已经到了550度，出风口的温度最大测到了540度。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参数，这个 0.94 是发热率。如果你需要准确测量，要按照这个表格去正确设定。进入菜单，这里可以设定发热率，也可以设定摄氏度和华氏度。这个数值是屏幕中心测到的温度，这个是屏幕里头最大的温度，这个是最小的温度。这个按钮可以调红外光和可见光的混合比例，有5个档，1、2、3、4、5%。这个按钮可以改变伪色图的模式，有4种。所有双光融合热像仪，红外光和可见光都是分开2个摄像头，所以近距离拍摄一定会有图像错位。你可以在菜单里面找到融合对齐，进行 X 轴和 Y 轴的调节。你要是觉得麻烦，直接给它调成100%红外光，直接看红外模式就好了。然后可以通过这个按键保存一张图片，图片的格式是 BMP 格式。热像仪满电的工作时间可以大于6个小时。摄像头通过排线连接的，有一个补光灯，亮了，长按关闭。先给它断电。电池也是通过插头连接。这颗大芯片是一颗存储颗粒，这个是它的主控，丝印被抹掉了。内部晶振走的是4兆赫兹。这是一个继电器，一些运放，还有其他元器件。这颗保险管是10安的。这颗保险管是600毫安的。PCB 的内部做工挺细致的，还有这些接口，看得出对做工是挺有讲究的。外壳内部也是挺光滑的，这能看得出对模具的加工要求也是挺高的。电池是一颗2000毫安时的锂电池，带有保护板。如果它以后坏了，自己更换是很方便的。如果自己更换这2个保险丝的话，只需要拆开这4颗螺丝就可以更换。不想让这个屏幕进灰，这个下面就不拆了。这个是红外线模组。这个是可见光模组，热像仪传感器在一个独立的 PCB 上面。总的来说，众仪 ZT-R201 是在一个便携4位半万用表的基础上，增加了一个热像仪。就目前这个亲民的价格来说，是挺具有性价比的。主要是它很便携，而且还带一个热像仪。目前我这台的版本号是019，据说未来它的热像仪还有软件都会有升级。
我们拭目以待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我是机电匠，我们下期见。